如果你在海里游泳的时候突然遇到鲨鱼攻击，该怎么办？如果你遇到的是鲸鲨还好，它不会主动上前攻击你。如果你遇到的是臭名昭著的大白鲨，那就是另一种情况了。1945年，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军舰在遭受日本鱼雷轰炸后一分为二，军舰上900名官兵落入水中。泡在水里的船员们大多数没有救生衣，他们只能强撑着趴在救生筏和木板上等待救援。结果就在第4天，数百只鲨鱼突然出现，将他们团团围住，800多名船员就这样全部葬身鲨鱼腹中。据幸存者回忆，攻击他们的鲨鱼主要是海洋白鳍鲨、虎鲨等等，它们是生活在深海里的鲨鱼种类，我们平时在海里游泳是几乎遇不到的。而攻击人最多的鲨鱼主要是这3种：一、大白鲨。我们在惊悚电影里看到的吃人的鲨鱼基本上都是大白鲨。大白鲨属于冷温和暖温区近海上层大型凶猛鲨鱼，游泳速度极快，可以达到每小时3.2千米。而且它还经常跳出水面捕食各种鱼类、海豹甚至鸟类。大白鲨袭击人和船只的次数名列前茅。2、牛鲨。这种鲨鱼可能大家不熟悉，外表看上去很温顺的样子，但牛鲨会突然亢奋，喜欢攻击一切活的物体，包括人类。牛鲨十分彪悍且行踪诡秘，在水域里看不到它们，但其实它们就躲在暗处注视着你。牛鲨袭击人类的记录甚至比大白鲨还要多。3、幼鲨。这也是个强大的捕食者。一般情况下，幼鲨遇到人类会很好奇，对人类也有很高的攻击性。如果我们遇到3种鲨鱼中的一种，该如何自救呢？当你在海里游泳时遇到鲨鱼，该如何自救呢？1953年，澳大利亚一名13岁的少年罗德尼·福克斯在鱼叉捕鱼比赛中，一只大白鲨突然冲出来，咬住了他的腰部，猛地将他拖入水中。惊慌失措的罗德尼直接拿手戳中鲨鱼的眼睛，并挖了出来。大白鲨因为剧痛松了嘴，还没等罗德尼逃走，大白鲨很快又冲上来咬住了他的手臂。这次罗德尼用手死死掐住大白鲨的喉咙，大白鲨再次松嘴，但扯下了他手臂上的肉。但很快大白鲨又开始了第3轮攻击，直接将罗德尼拖到海底。附近的一艘船及时赶到，才将罗德尼救了下来。但他的胸腔、腹部都被鲨鱼咬开了，最后缝了360针才活下来。从这个真实案例我们可以知道，只要鲨鱼开始攻击你，那么它就不会停止，会一直攻击直到你断气。那么如果我们只有1个人的时候遇到鲨鱼该怎么办呢？如果它还没攻击你，首先你得保持镇定，不要慌张的手忙脚乱，用眼睛死死的盯着它，像要把它盯穿一样。鲨鱼也是欺软怕硬的动物，只要你一慌张，它就会认为你是弱者，就会攻击你，所以你不能表现出很怂的样子。当然，一般人遇到鲨鱼时都会害怕，但为了活下来，你必须做到。然后开始检查身上有没有没愈合的伤口，是不是血腥味引来的鲨鱼。如果不是，这个时候可以慢慢的开始游走，但一定要动作镇定，平整的游，最好是水平蛙泳。在游的过程中不能背对着鲨鱼，要一直盯着它，直到转移到安全地带，这样就能避免跟鲨鱼近距离接触。如果鲨鱼不分青红皂白冲上来咬你，该怎么办呢？注意看，一只凶狠的鲨鱼冲过来要攻击你，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？如果鲨鱼真的冲过来咬你了，你可以用坚硬的东西打击它的眼睛、下巴、鼻尖等相对脆弱的部位。当然，游泳的时候身上是不可能带有坚硬物体的，那么你最好是用脚对付鲨鱼，攻击它的这些弱点，能让鲨鱼产生畏惧心理，从而放弃咬你的念头。如果你已经被鲨鱼咬中了，一定要抓紧时间游出水面，赶紧回到岸边。就算这只鲨鱼不攻击你了，你伤口散发的血腥味会引来更多的鲨鱼，只有逃到岸上才是真正的安全。一般情况下，大家游泳也不要游到深处，也不要远离人群。在有鲨鱼活动的海区或季节游泳或者潜水时，也一定要做好防鲨措施。潜到水底一定要保持安静，身上不要携带任何反光的物体，这种物体会吸引鲨鱼的到来。身上有伤口或者血腥味的时候，不要下水。下到水里最好是避开其他鱼群的区域，因为鲨鱼可能会因为攻击其他鱼群而殃及到你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在身上使用驱鲨剂也是很好的防鲨措施。不过真要说起来，鲨鱼攻击人的几率其实是很小的。据统计，全世界每年也就100例左右，死亡率只有1/4，这个几率比起水上其他事故来说很低了。反观人类对鲨鱼的捕杀，每年差不多有1000万条鲨鱼被人类残忍地割下鱼翅。
然后丢到水里自生自灭。人类对于鲨鱼的伤害远远超过鲨鱼对人类的攻击。比起害怕鲨鱼，我们更应该保护鲨鱼，保护地球上的每一种生物。对此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，又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跟大家一起分享。